你有沒有在某個深夜突然醒來，看着窗外漆黑的夜空發呆？那時候你會不會有一種奇怪的感覺，覺得我們人類在這個宇宙中實在是太孤獨了，好像我們是被某種力量刻意遺忘在角落裡的孤兒，甚至連外星人的信號都收不到。如果我告訴你這不僅僅是一種感覺呢？如果這種孤獨感其實是刻在人類基因裡的囚徒記憶呢？甚至最新的天文學發現正在一步步印證一個讓人毛骨悚然的猜想：地球可能真的是一座經過精心設計的宇宙監獄。這絕不是什麼街頭巷尾的地攤文學，而是正在讓頂尖科學家們感到脊背發涼的觀測事實。這裡是意識覺醒，記得按讚、訂閱並打開小鈴鐺，這樣您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新影片。讓我們把時鐘撥回到2024年的那個下午，地點是著名的普林斯頓大學。這裡的空氣中總是彌漫着智慧的味道。天體物理學家皮薩尼正獨自坐在他的實驗室裡，四周安靜的只能聽到儀器的嗡嗡聲。他戴着當下最先進的虛擬現實頭盔，正在檢查一組最新的宇宙模擬数据。他的手指在空中輕輕滑動，眼前展現的是我們所在的這片宇宙。本來他以為會看到璀璨的星河，看到熱鬧非凡的星系聚會，但當他把視野拉大，再拉大，直到看清了我們所處的宏觀結構時，他的心跳漏了一拍。映入他眼簾的是一片巨大到讓人絕望的黑暗。那不是普通的黑色背景，那是真正的虛无。在這片虛無之中，星星少得可憐，就像是灑在無盡沙漠裡的幾粒金沙。科學家們給這片巨大的死亡地帶取了一個冰冷的代號，叫做 KBC 空洞。這個名字聽起來平平無奇，但它的真實面目足以摧毀你的世界觀。這是一個直径超過20億光年的超級空洞。20億光年是什麼概念？光都要跑20億年，那是地球到太陽距離的63000倍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整個宇宙是一座燈火通明的城市，那麼 KBC 空洞就是城市邊緣那個沒有路燈、沒有行人，甚至連野狗都沒有的廢棄荒原。而我們人類引以為傲的銀河系，甚至我們所在的拉尼亞凱亞超星系團，就孤零零地懸浮在這個巨大荒原的最中心，前後左右、上下四方，全都是死一樣的寂靜。這種極致的孤立感，讓皮薩尼教授想起了地球上的一個地方，那是一個讓人聞之色變的絕望之地——聖赫勒拿島。讓我們把目光從宇宙收回到地球，看向波濤洶湧的大西洋深處，那裡有一座不起眼的小島。它距離最近的非洲大陸足足有1900公里，哪怕是距離美洲東海岸，也有3400公里。在航海技術不發達的年代，那裡就是世界的盡頭。1815年，一代梟雄拿破崙在滑鐵盧慘敗，歐洲的君主們為了處置這個讓整個歐洲顫抖的男人，絞盡了腦汁，殺了他，怕引起民憤，關在歐洲大陸，又怕他越獄。最後，英國人拍板，把他扔到聖赫勒拿島去。為什麼選這裡？因為這裡插翅難飛，四周是茫茫大海，沒有船隻，沒有希望。對於拿破崙這種曾經站在世界巔峰的人來說，這種寂靜的流放比死刑更可怕。他在島上度過了人生最後的6年，每天望着大海，在孤獨和悔恨中慢慢死去。現在，讓我們做一個大膽的類比。如果把浩瀚的宇宙看作是大西洋，那麼巨大的 KBC 空洞就是那片難以跨越的深海，而我們所在的銀河系就是宇宙版的聖赫勒拿島。這難道僅僅是巧合嗎？為什麼宇宙中那麼熱鬧，偏偏要把我們安放在一個最大的空洞中心？難道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我們也像拿破崙一樣，是一群戰敗者，或者是一群危險分子，被宇宙的高級文明流放到了這裡嗎？如果地球真的是監獄，那麼獄警在哪裡？圍牆又是用什麼做的？要回答這些問題，光靠望遠鏡已經不夠了，我們必須去翻開歷史的塵埃，尋找那些被主流科學界遺忘的線索。這就要提到一位生活在19世紀的奇人，他的名字叫紐伯勒。1828年的6月，美國俄亥俄州的鄉下，陽光明媚，
紐伯勒出生在一間簡陋的小木屋裡，他的家庭組合非常奇特。父親是一位嚴肅的英國紳士，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，篤信科學和理性。在他眼裡，任何看不見摸不着的東西都是迷信，都是無稽之談。但紐伯勒的母親伊麗莎白卻是一位來自瑞士的神秘主義者，她堅信萬物有靈，堅信在這個物質世界之外還有一個更龐大的靈性世界。小紐伯勒就在這種冰與火的家庭氛圍中長大了。他從小就展現出了一種讓父親頭疼的特質，他經常對着空氣說話，有時候會突然停下來，仿佛在傾聽風中的低語。他告訴父親，他能看到閃光的人影，能聽到去世鄰居的問候。每次他說這些瘋話，換來的都是父親的一頓毒打。父親覺得這孩子廢了，如果不把這些神神叨叨的念頭打出去，這孩子將來只能去馬戲團當騙子。在父親的棍棒教育下，紐伯勒學會了閉嘴。他把那些靈性的感知深深埋進心底。他在父親的安排下，按部就班地讀書，考進了辛辛那提醫學院，選擇了一個最實用的專業——牙科。事實證明，他不僅是個靈媒苗子，還是個天才醫生。畢業後，他的牙科診所開得風生水起，但他不滿足於拔牙補牙，他開始搞發明。當時做假牙的底板材料被著名的固特異橡膠公司壟斷，價格死貴，窮人根本鑲不起牙。紐伯勒一頭鑽進實驗室，日夜攻關，竟然真的研發出一種新型合成材料，不僅硬度高，而且成本極低。這一發明直接動了巨頭的蛋糕。固特異公司大發雷霆，一紙訴狀把紐伯勒告上了法庭，指控他侵權。這場官司在當時轟動一時，一個小小的牙醫竟敢挑戰工業巨頭，所有人都為他捏了一把汗。官司打了很久，耗盡了紐伯勒的精力，但最終正義站在了他這邊。法院終審判決紐伯勒勝訴。這一刻，他名聲大噪，財富像潮水一樣湧來。按理說，他已經實現了美國夢，應該買豪宅，娶嬌妻，過上人人羨慕的上流生活。但就在官司結束的那個清晨，命運的齒輪突然開始倒轉。那個從童年起就被他壓抑的聲音再次在他耳邊響起了。這一次，聲音不再模糊，而是清晰的，像是在面對面交談。那個聲音告訴他，紐伯勒，你在物質世界的任務已經完成了，但這只是前菜，你真正的使命現在才開始。財富和名聲都是過眼雲煙，你要為人類留下一份真正的遺產。這番話像一道閃電，擊穿了紐伯勒的內心。他看着鏡子裡那個衣冠楚楚的成功人士，突然感到一陣空虛。他想起了死去的母親，想起了童年那些奇異的感知。他決定順從內心的呼喚，他開始嘗試與那個聲音建立穩定的連接。為了做到這一點，他甚至按照那個聲音的指示，改變了飲食習慣，開始通過冥想來淨化自己的意識。就在這個過程中，一件感人的事情發生了。他回老家探望獨居的老父親，那位曾經視鬼神為洪水猛獸的老人，此刻卻老淚縱橫。父親拉着他的手，顫抖地說：“兒子，我錯了。自從你母親走後，我經常在半夜聽到她的腳步聲，聽到她哼歌的聲音。我現在終於相信，人死後不是如燈滅，靈界是真實存在的。我當年對你太苛刻了，如果你還能聯繫到那個世界，請你一定要堅持下去。”父子倆幾十年的心結在這一刻徹底解開，得到了父親的祝福。紐伯勒再也沒有顧慮，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靈性工作中。那個神秘的聲音給了他一個奇怪的指令，讓他買來大量的紙和筆。每天早晨太陽升起的時候，坐在桌前，什麼都不要想，放空大腦，等待指示。於是，神奇的一幕上演了。每天清晨，當第一縷陽光照在紐伯勒的手上時，他的手仿佛有了自己的意志，那是被一股外來的力量接管了。他開始瘋狂地書寫，筆尖在紙上飛舞，速度快得肉眼幾乎看不清。這根本不是人類正常的書寫速度。更可怕的是，
他根本不看自己寫了什麼，他的眼睛甚至可以看向窗外，但手下的筆卻行雲流水，沒有停頓，沒有塗改。這種馬拉松式的自動書寫整整持續了2年之久，你可以想象嗎？整整2年，每天早晨都在進行這種高強度的輸出。當最後一天，筆尖終於停下來的時候，堆在他面前的是整整一大摞手稿。那個聲音告訴他，好了，現在你可以讀一讀你自己寫的書了。紐伯勒顫抖着拿起手稿，只讀了幾頁，他的冷汗就下來了。這絕對不是他這個牙醫能寫出來的東西，這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巨著，涵蓋了歷史、天文、地理、宗教，甚至未来的預言。這部書有一個奇怪的名字，叫做奧斯佩，這是書中上古語言的音譯，意思是天空、大地與精神。這部書出版於1882年，雖然當時沒有引起轟動，但它裡面的內容卻在100多年後讓現代人看得目瞪口呆。書中構建了一個宏大而精密的宇宙模型，完美解釋了我們為什麼會在這裡。書中說，宇宙根本不是我們看到的那麼簡單，它分為3個層次。最底層是我們生活的物質界，也就是我們要吃飯、睡覺、生老病死的這個實體世界。最高層叫做以太界，那是純能量的世界，是高級生命和神靈居住的天堂。那裡沒有痛苦，只有永恆的光和愛。而夾在中間的叫做氛圍界，這就像是一個巨大的緩衝區，或者是中轉站。當人的肉體死亡後，靈魂並不會消失，而是會脫離身體，進入氛圍界。那裡有天堂，也有地獄，取決於你生前的所作所為。但這還不是最震撼的。書中揭示了一個關於地球的驚天秘密。他說，地球所在的這個星系漩渦是被創世主特別制造出來的。創世主用一種被稱為旋風的力量攪動宇宙的以太，創造了物質星系。大家注意，紐伯勒寫這本書的時候是1880年代，那時候人類連銀河系是漩渦狀的都不知道。直到40年後，天文學家哈勃才確認了星系的形狀，而奧斯佩早就精準地描述了這一切。書中接着說，地球這個地方是一個特殊的隔離區，或者說是一所宇宙級別的教養院。我們這些生活在地球上的人類，其實靈魂並不純潔。我們大多來自宇宙的其他地方，因為在原來的世界犯了錯，產生了貪婪、仇恨、嫉妒這些負面情緒，導致我們的靈魂頻率降低，無法在那樣的高維世界生存。為了不讓我們毀滅，也為了給我們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，創世主把我們流放到了地球。這裡有沉重的肉體束縛我們，有生老病死折磨我們，還要為了生存去勞作。這看起來是懲罰，其實是治療。這就很好地解釋了那個困擾科學界的費米悖論。物理學家費米曾經仰望星空，發出一句著名的質問：外星人都在哪兒呢？宇宙誕生了138億年，早就應該孕育出無數比我們先進的文明，他們的飛船應該遍布天空才對，為什麼我們連根毛都看不見？按照奧斯佩的邏輯，這太好解釋了，不是沒有外星人，而是我們被隔離了。你見過監獄的犯人可以隨便和外面的自由人通電話嗎？你見過監獄的大門是可以隨便敞開讓人參觀的嗎？為了防止我們越獄，也為了防止外面的高級生命誤入這個骯髒的流放地，創世主設置了重重的能量屏障。這不僅僅是距離上的隔離，更是維度上的封鎖。我們被鎖在了3維空間裡，就像螞蟻被鎖在2維紙面上，永遠无法理解人類的存在。而現代天文學發現的 KBC 空洞，很可能就是這個隔離屏障的物理形態。皮薩尼教授的研究發現，在這個空洞的結構中，存在着2種詭異的力量。一種叫做巨引源，它像一個巨大的吸塵器，位於我們超星系團的中心，瘋狂地拉扯着周圍的星系。另一種力量更神秘，叫做排斥力中心，它像一双看不見的巨手，在不斷地把星系往外推。這一拉一推，形成了一種动態的平衡，讓 KBC 空洞始終保持膨脹。這種膨脹速度甚至超過了光速，
這意味着什麼？意味着位於中心的我們永遠也追不上邊緣的膨脹，我們被死死地困在了這個孤島上。這就是監獄的高牆，是用引力和暗能量砌成的銅牆鐵壁，誰也別想出去，除非你完成了改造。書中說，這裡的管理者不是虛無縹緲的神，而是實實在在的高級生命，他們被稱為神或者主。這和宗教裡的造物主不同，他們更像是被派駐到地球的典獄長，他們有任期，通常是幾百年。他們在氛圍界建立總部，時刻監控着人類的動向。當他們的任期結束，會有新的神來接班，而他們則會帶着成績單升入更高的以太界。書中甚至詳細列出了歷任地球管理者的名單和任期，這種官僚體系般的描述反而讓人覺得無比真實。那麼，我們到底要怎麼才能出獄呢？書中給出的答案非常簡單，卻又無比艱難，那就是提升頻率。我們在地球上經歷的每一次痛苦，每一次抉擇，都是一場考試。當我們學會了愛，學會了寬容，學會了放下自私和貪婪，我們的靈魂質量就會變輕，振動頻率就會升高。當這個頻率高到一定程度，肉體的死亡就不再是終結，而是畢業典禮。我們將穿透氛圍界的屏障，穿過那個巨大的 KBC 空洞，回歸到我們原本屬於的以太界，那裡才是我們真正的家。所以，朋友們，當你覺得生活太苦，覺得命運不公的時候，請記住，這可能只是因為你的刑期還沒滿，這可能只是因為你這學期的學分還沒修夠。不要抱怨考題太難，那是為你量身定做的。你看，那個看似冷漠的宇宙，其實並沒有拋棄我們，它用巨大的空洞保護着我們，讓我們在一個相對安全的環境裡去試錯，去成長。那些偶爾出現在天空的 UFO， 也許就是巡邏的預警，或者是來看望我們的親人。他們不能降落，不能干涉，只能遠遠地看着，期待着我們有一天能靠自己的力量走出這所監獄。故事說到這裡，你還會覺得恐懼嗎？我覺得不會。相反，我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釋然。原來，我們不是宇宙的棄兒，我們是被寄予厚望的學生。地球不是終點，它是跳板。只要我們不放棄提升自己，總有一天，那扇通往星辰大海的監獄大門會為我們轟然打開。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。這種腦洞大開的故事，你相信嗎？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的想法。如果你喜歡這種探索宇宙終極奧秘的內容，請一定記得點讚關注。我們下期再見。